马里乌波尔爆炸声四起，海马斯射程扩展到150公里，俄军后方危险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近日，乌军使用神秘武器对俄军战线后方90公里的马里乌波尔市进行了11次袭击。第二天，马里乌波尔市又发生了2起爆炸。据俄罗斯博主不完全统计，下列地方受到打击：马里乌波尔机场旁的弹药库、港区18号码头3号舱弹药库、伊里西钢铁厂里的临时军营等等。顿涅茨克、马凯耶夫卡、马里乌波尔、伊洛瓦伊斯克等多地，俄罗斯军队的防空系统在密集开火。美国提供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只有不到80公里。乌军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新式武器袭击俄军后方纵深的节点目标呢？现在看来，不是骚扰性质的无人机，也不是昂贵又稀少的乌克兰无人机改装的巡航导弹，而是美国刚刚提供的陆射小直径火箭弹。也就是说，美军援助给乌军的射程150公里的陆射滑翔炸弹已经进入实战。俄军80到150公里内的兵力集中区域、物资集中节点都开始遭到打击，其战场组织能力将再度接受严峻考验。俄乌冲突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乌克兰军队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多更强的作战武器，而俄军则必须不断适应这种常态，这是也需要我们密切观察的。海马斯火箭炮的射程虽然不足80公里，但却超过了所有的大口径火炮。它在战场上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俄军从赫尔松的撤军，其作用主要是破坏了俄军的后勤组织能力。现在配备小直径滑翔炸弹的海马斯火箭炮装备乌军，使其对俄军后方目标的威胁范围已扩大到了克里米亚半岛，这个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射程150公里的火箭推进型的小直径滑翔炸弹有以下特点：第一是射程远，可以使海马斯的打击范围延伸至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大部分作战关键节点。在西方情报的支持下，俄军战场组织能力会更加困难。一旦后勤支持被破坏，可能会再度出现赫尔松市大撤退的情况。这种武器的第二个特点是廉价，小直径炸弹的成本大概是4万美元，比海马斯火箭弹的10万美元的单价还要便宜。二者加起来的成本也不算贵，基本上用得起。第三是量足，这种小直径滑翔炸弹的库存非常大，是用美国空军通用型的常规炸弹加上火箭发动机和滑翔组件构成。对于打消耗弹而言，这是一种适合提供给乌克兰使用的远程弹药。第四是精度高、威力大，海马斯火箭弹的命中精度在20-30米左右，而装上小直径滑翔炸弹后，其精度提升至3米。滑翔炸弹的弹头重量要远远超过海马斯火箭弹，破坏力更强。未来，俄军地面作战所依赖的桥梁和铁路交通线都有可能成为小直径炸弹的攻击目标。现在，很多人关注着俄乌冲突战场上双方战线的变化。其实，对于一场消耗战而言，谁在前线推进了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占领了1-2个居民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获得一种可以长期持续的非对称打击手段。俄罗斯的萨赫德136、自杀式无人机、远程巡航导弹都属于非对称打击手段，但是数量相对有限，还不能说有实力改变乌克兰战局。海马斯曾被认为是改变乌克兰战局的一个关键变量。接下来就是海马斯加上这种小直径滑翔炸弹，其射程和破坏力的提升，让乌克兰军队更有信心赢得这场消耗战。俄罗斯军队为了适应海马斯火箭弹的打击，找到应对的方法，前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俄军又到了如何适应陆射型小直径滑翔炸弹的时候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俄军分散物资和人员配置，加强后方防空力量的建设，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